美国手机信号到底有多烂呀？美国科技世界全球领先，怎么一个小小的手机信号就弄不好？其实美国也并非大家想象的什么都强，在很多方面中国的发展都远远超过了美国。今天呢，我就跟大家聊聊其中的一个吧，也就是美国的手机信号真的不好。记得前2年有一个很火的新闻，有一个访美的学习的中国女教师就突然失踪了。这位来自浙江传媒大学的王老师，在美国的东部时间的11月29日的9点突然失联，直到12月2日凌晨才发出朋友圈。原因是啥？他去森林公园游玩，手机没信号，差点闹出了个大乌龙。新闻一出呢，很多的网友都惊呼不敢想象。这事儿吧，发生在21世纪的美国。实际上美国手机信号超越大家想象的差。在美国呢，只有人口密集的城市市中心啊，信号还可以，基本上还能保持满格。大家看一下我在家里面我手机的信号。哎呦我的天，大家看一下我在家里面我的手机信号也就是2格。如果去很多封闭式的环境里啊，例如地下室了、电影院了，还有地铁这些地方，基本上都是1-2格，或者是在中间晃来晃去，一会儿有信号，一会儿没信号。比如说去酒店呀，像拉斯维加斯这些酒店呀，因为它是一栋楼挨着一栋楼嘛，那你进了楼住到酒店里面的时候，经常都是没有信号的，必须还要用酒店里的 WiFi。那有些 WiFi 的还收费。这些有人频繁活动的地方呢，都这样，那就别提那人少的地方了。就拿出来旅游吧，美国的国家公园几乎都没有信号。如果是你去黄石公园这些地方游玩啊，干啥的，就意味着你彻底失联了。旅游景点都这样，那就别说这些荒郊野外呀，没有人的地方了。在现在这个社会吧，手机就不离手。如果没有信号，人就觉得没有安全感。所以在美国出去，那手机没信号真的没有安全感。如果一直生活在美国吧，也就会觉得还好。但是呢，每次回中国，你就会马上感觉到差距巨大，真的是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。我每次回国吧，都感到最大的一点就是手机的信号特别的好。有数据统计，中国的4G 基站占全球的60%。可以说基本上是无论去哪儿，手机都是满格，网络呢也就是非常的好。回到国内那真的是幸福感爆棚。很多的时候跟美国的朋友聊起回国时手机的信号话题时，告诉他们在中国就算那种偏僻无人的那种山区信号都特别好。美国的朋友表示真的是不可思议，甚至有种天方夜谭的感觉吧。那一刻作为中国人，内心真的是感觉无比的自豪。那么是什么导致美国的手机信号这么差呢？那是因为美国的国情所导致的。而美国的电信完全是走市场化路线，哪里有钱哪里就有信号，私营企业没有做赔本生意的动力啊，政府呢也无法给运营商下任务。近2年呢，美国政府也逐渐的发现了这方面差距越拉越大，有针对性的呢加大了对5G 建设的这种企业的补贴。可是这方面想在短期内超过中国，我想还是没那么容易。今天呢就跟大家聊到这儿吧，感谢大家的收看，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里留言，谢谢大家。